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2035年时，中国将有几艘航母？美国人给出答案，结果让国人兴奋。时至今日，我国不仅拥有了可以媲美美国阿里波克级的055型驱逐舰，同时在核潜艇、两栖登陆舰、远洋补给舰方面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双航母国家。那么在15年后，中国会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呢？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美国的军事专家给出过答案。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到2035年，中国海军至少会拥有6艘以上的航空母舰。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到服役大概用了6年时间。如果按照这个建造速度来计算，15年后我国最少有5艘航母。但是为什么美国专家会预测我国为什么会拥有至少6艘呢？原本这跟中国造船实力有很大的关系。要知道，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同时建造2艘航母能力的国家。而这种造船能力，就连现在的美国也很难做到。不过，由于我国此前建造的航母属于常规动力航母，而我国真正的核动力航母目前还在研究当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正在建造的首艘核动力破冰船，已经为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建造提前铺平道路。根据现有的进度推算，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的核动力航母将会有很大的可能被正式服役。除了航母的研发以外，想要让航母形成战斗力，航母还需要装备大量先进的舰载机。此外，航母编队还需要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反潜机、补给舰等各种水面舰艇。只有配备齐全这些装备，航母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母作战编队。而美国专家口中的6艘航母编队，也就是我国能够生产出与6艘航母相符的舰载机以及其他水面舰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各类水面舰艇的数量会出现井喷式的增长。此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作为昔日海军强国的英国，在拥有第2艘航空母舰后，竟然因为没钱打起了出租这艘航母的想法。事实上，对于航母的日常维护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花销，高额的维护费用也使一些国家放弃了拥有航母的想法。虽然说现在的英国比2战时期没落了很多，但怎么说，英国现在也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经济体。可尽管这样，对于英国来说，更是在强制退役一些水面舰艇后，才勉强完成第2艘航母的建造。可以说，建造航母的巨额费用已经让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感到疲惫不堪，更别提之后配备与这艘航母相对应的舰载机以及各类水面舰艇了。通过上述英国的事例，我们不免能够看出维护一艘航母的成本是多么的庞大。而我国在拥有6艘航母之后，同样也会面临着这个难题。但跟英国明显不同的是，我国经济至今仍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因为在今年第1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负增长。因此，为了能够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还需要加大消费。到2035年，随着这些航母的服役以及舰载机和各类水面舰艇的到位，届时即便是强大的美国海军也不敢轻易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在我国相关海域乱闯。时至今日，中国海军能跻身世界第2名的位置，这是船舶工业所有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乃至海军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沧桑巨变70载，威武的中国人民海军力量也只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天我们为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也要缅怀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中华脊梁。当历史回到100年前，当中国陷入沉重的灾难时，山河破碎，人民陷入了困境，是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积蓄力量。人类自从掌握核能技术以来，已有70余年的历史。目前也只有美国和法国拥有设计建造核动力航母的技术，而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完善的核动力航母配套体系。我国的海军装备发展其实只有近在20年的时间内，才真正开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能够达到现在的发展程度，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必须向我们的军工技术人员致敬。在核动
动力航母这样的重大装备方面，也必须给予足够的耐心去开展突破性的研发。相信我们的军工技术人员不会让大家失望，未来5到10年必将有好消息。从辽宁号改装到国产第2艘航母，在航母舰体设计、建造技术以及配套体系方面已经相对完善，电磁弹射相关的技术也将在国产第2艘航母的建造和应用中进行验证。而需要重点突破的就是航母配备的核动力系统。虽然我国自1970年首艘核潜艇下水，在军用核动力技术方面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经验，但是由于核潜艇反应堆与航母反应堆在功率、使用条件以及动力形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舰用反应堆的技术并不能够照搬到航母上，必须重新开发新型号的航母专用反应堆。虽然我国已有近50年的艇用核动力经验，但是航母核动力技术需要重新研发。从发展趋势和应用需求来说，我国需要建造的核动力航母肯定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电磁弹射核动力航母，对标型号就是美国的福特级。以福特级为例，其装备2台热功率达630兆瓦左右的 AEB 反应堆，以及全球第1套实用型电磁弹射回收系统。目前2号舰已基本完成舰体建造，3号舰已开工，据称4号舰后将会采用电力推进。个人估计，我国的核动力航母起步可能就是电力推进，而除了核动力系统和下一代舰载机以外，其他核心技术基本均已突破，或者将会在近期内有所突破。福特号航母上的 AEB 反应堆，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系统组成，中国核动力航母早晚都是要有的。世界上已没人对我们的小型反应堆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如众人熟知的玲珑1号，可谓20万城市供电；长相号为精致的微堆，2008年已投入应用，如今移动式发电船舶正在打造之中。废球稳妥，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已开工，你能说它还不成熟吗？传说中的美国福特号航母使用2座 AEB 反应堆，功率输出逆了天。现在我们的1座小堆可以顶2座 AEB， 早不是传说，那么开工呀，你倒是造呀！谢谢，这事儿不急，核动力之事已经解决。过去我们所有的装备都缺充足的动力，从装甲车、飞机到舰艇，只要有了配套的动力，发展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动力当然顶重要，电磁弹射、全电推乃至固定域5代舰载战斗机，没有的一切都在发展起来，技术形势越来越明。拿国宝级专家马伟明的话来说，就是要抄就抄美国。是呀，抄别人没有意思，完成超越是一回事儿，投入工程应用是另一回事儿。要全部投入应用，仍需努力。航母是项大事业，牵扯到配套太多，号为海上移动的科技城堡，一物一尘，非虚设，是件细思极恐之事。100年航母，100年海军，这一步要跨过去，非3年5载之功。常规动力的003到2023年下水，节奏就蛮快了。这期间我们可以潜心用心，在工程化应用上多加努力，不停下脚步，事半功倍。行100里而半90，只在朝夕之功。世上核动力航母美法2家，只有美国大获成功。都知道核动力好，有无限动力，可以全球航行。然核动力实在是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之事。戴高乐号的动力一直成问题，大感头疼。从下一艘航母起，决定不再使用核动力，动力一直不足，且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部署没有待在船厂的时间多，作为工业强国的法国居然如此，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核动力之难。作为航母新秀的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本来我们的传统作风如此，不急于求成，不会脱离实际办事情。那么照此下去，不造则已，造就会造好，不会受到动力拖累。为了航母期盼多年，为了更强的航母，会更加努力。目前全球海军强国中，真正拥有核动力航母且技术成熟的国家，唯有美国海军。现役有10艘满载排水量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以及1艘满载排水量11万吨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尽管法国海军拥有1艘满载排水量4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但是由于其核
动力装置不是专门研发的，只是简单的将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使用的 K-15核反应堆装上航母。一台核动力推进系统不够，就再装一台上航母来凑数。由于核动力装置与航母的匹配性能并不好，导致这艘造价20余亿美元的中型核动力航母动力严重不足。法国对外宣称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最高航速为27节，而实际上最高航速却只有25节，比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航速都要低，且常闹出趴窝需要修理的事故。法国海军唯一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虽成为全球造船界的笑话，中国在全球海军强国中是比较晚才拥有航空母舰的，脱胎于原乌克兰瓦良格号重型舰载机巡洋舰舷号16辽宁号航母，2012年9月25日才正式服役，迄今为止满打满算也不足10年时间。据悉003、004型这2艘满载排水量8万吨级，采用平甲板型舰载机跑道，跨越蒸汽弹射技术，直接进入电磁弹射的航母正在南北2大造船厂同时开工，且与之相配套的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10吨级直20反潜直升机兼15B 弹射舰载战斗机，甚至由第606所主抓的海4型隐形舰载战斗机等项目都进展非常顺利。希望有一天在大洋中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核动力航母舰队。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